今天我们请到了游牧夫妻，他们到了巴厘岛，所以我们就约出来，然后也问问他们的一些旅行经历、旅行故事。他们比较专业的数字游民，所以我们有一些问题要问你们。好呀，谢谢 Ella 跟 Scott 的邀请，非常荣幸。对，就是很多没有旅行的人，他们在看我们的人就会有一个很关心的话题，就是你们是怎么平衡你们的工作和旅行生活的？好像有很多人都问过我们这个问题，是吗？对，我觉得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就是旅行经历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从我们2019年出发，然后我们当时想要开房车1年的时间，从墨西哥一直开到阿根廷。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全职旅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唯一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自媒体，我们会拍摄自媒体，然后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全部旅行并不需要平衡，不存在这个问题。然后后来到了我们因为疫情的原因嘛，然后我们就被困在了墨西哥那个房车营地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想说，哎呀，那我们不能一直靠存款，所以我们得要有一个线上的收入，得要有一些收入，那我们才能在疫情结束之后，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半年就会结束，那结束之后我们还能继续旅行，所以我们开始去找一些线上的工作。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差不多没有旅行，就只在工作，也不能说只在工作吧，我们在体验我们那个小城的生活。去年年初1、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正式的这种开始所谓的边工作边旅行了。我们也经历了一些时期，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去马丘比丘的时候，我们想去徒步，然后它是一个比如说4天的一个 hiking 对，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就空下来嘛，就是因为我们2个人的工作怎么说还是比较灵活的，比如说像他那个时候要去这种4天的，可能我们前面几天3就天赶紧先把工作都做完，然后这样我们后面4天玩的时候就不用去想工作的事情。对，所以是分开做的。对，这个是一种方式，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还挺好的。一个星期如果工作3天玩4天，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后来，因为我们是旅居嘛，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比如说我们在秘鲁的时候，或者在危地马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都是2、3个月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的旅行，说实话就是放在一个周末。不一定是周末，就是一个周里面挑几天这样一个行程，因为旅行是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而且我们可以去安排它在任何的时间，就是不像你如果是那种 vacation 就是旅游，对吧？你是5天之内你要去玩这些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散到我们的2、3个月里面，那就其实就会轻松很多。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就是我们当时在亚马逊的一个经历。当时我们2个人都有工作，就是我们分别除了自媒体以外还有自己的工作，而且那个工作是需要网络的。然后我们去了亚马逊这样一个基础设施很差的地方，所以那个是我们算是最有挑战的一次边工作边旅行的经历。最后提前从亚马逊那个我们住的那个社区退出来了，就是因为那边设施就是完全不够我们工作。开始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后来一边旅行一边工作，一边久了以后，就会发现，如果你要同时兼顾旅行、工作还有生活，其实是很难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也促使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尽量的少去工作，同时又能有一些收入的产生，这样我们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去旅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思考，我们应该去打造我们的被动收入嘛。就是本来我们可能工作都是我投入了，比如说几个小时剪个视频，或者说我投入几个小时做了一个设计，然后别人给我工资，就这样，就是我是用我的时间去换钱。但是如果说我们打造个被动收入，那我不用靠我的时间，我也可以获得收入。比如说这个被动收入它可能是比如说投资，我投资它可以有被动收入，或者说我们做一个产品，我们就挂在那边卖，然后像比如说你们的电子书，或者说很多人会做知识付费，比如说他写了一个课，做了一个课程，录一个视频，10个视频，然后就可以一直卖。就是当你已经不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可以赚钱。对，这样如果说我们去旅行了，可能我们去个4天或者5天，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在工作的时候，只要有人买，我们就一直会有收入在那边。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开始做我们的那个知识星球嘛，其实就是这个契机。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开始做这个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其实每天工作时间很少，但是别人会持续的买我们的星球。你会觉得工作很累吗？会觉得你要平衡工作跟生活吗？就我们可能没有这种想法哈，对，因为我们可能更多是为我们自己工作。就比如说之前我们有阵子是，比如说我接项目为客户服务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接太多项目，我需要平衡一下我的工作跟生活。不管是自媒体也好，还是社区也好，还是未来我们想做的事情也好，我觉得我们的目标都是为了我们的一个理想生活的目标，都是为它最终的目标。当我们发现这段时间，假设说失去了一些平衡，我们好像
给自己太多工作了，或者我们太想要，假设说去赚钱，或者想要干嘛了，我们就会觉得说，哎，不是这样啊，我们赚了钱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过我们的理想生活。如果我们真的就只想赚钱，那我们应该就回去工作，回大城市工作，那才是最稳定的方法。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在仓库那边，巴厘岛仓库不是去了那个 co-working space 吗？然后那边很多人工作是从早到晚在那边工作，因为他们就是远程工作，他们可能还是帮一家公司上班，只是他们不用去 office 那边，对，所以他们就在那个 co-working space 就是他们的 office， 所以他们就是早晨就过去像打卡上班一样，在那边上班，然后工作到晚上，到了晚上6、7点就跟正常下班一样下班。他们是有那个免费体验的那个日期的嘛，然后我们去那边体验，我们也是从早到晚，然后晚上6、7点下班，然后遇到很多人也是下班就是骑摩托车都是堵车，我那就感觉好像我们回到了公司上班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然后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来这里？对。但很多数字游民，他们可能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你们觉得所有的人可以做这种生活，就是一边工作一边旅游吗？还是就是一部分人适合做这个？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是取决于你自己是否想要这种生活。如果是你刚才那个问题嘛，其实我想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一对朋友，他们是美国人，然后他们2个人就是之前也是辞职了，也没有太多的收入，他们买了辆房车，那辆房车2、3千美金。1万多块钱人民币，70几年的，很老。然后他们出发的时候身上应该就只有1、2千美金，就是我说他们拥有的存款，就这么多钱。他们2020年1月份的时候出发的，然后到现在他们仍然在路上，真的从美国一直开到了阿根廷，就最近到了乌斯怀亚，而且他们从2个人变到了3个人。他们在厄瓜多尔生了一个孩子，然后现在孩子就跟他们一起旅行，你知道吗？就是，然后他们俩的背景是什么？那个女生其实很年轻，反正就是很初步的，就是做了一个工作，但是没多久她后来就没做了。然后那个男生的话，以前可能是有个比较好的工作，但他后来因为也比较喜欢瑜伽，所以他就练习了瑜伽，然后他会做那个 flow art， 就是流动艺术，就是你知道，从中国人来说，就有点像街边杂耍，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在那做有火，他们就是一路就是这样子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会做得越来越好。就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在靠线下，就是线下做这些表演，然后教学来赚钱，然后但他们会各种去跟各种场地方去联系有合作，然后另外现在呢，他们也会发展线上，他们在线上做视频做教学，就是如何教别人用 POE 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就是首先你是否真的想过这种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已经体验过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我觉得肯定是说你要有一些技能是更好的。当然处于你自己是不同的生活阶段，有可能你还是大学生，你刚毕业，然后你可能想要，首先你的探索的目的可能会更多，因为也有很多方式嘛，你可以打工换宿什么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作技能，其实我觉得可以去做尝试，而且你可能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那你可以再去回得更稳定的，对不对？但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就是没有那个勇气可以出来尝试一下。然后刚才就是边工作边旅行嘛，我也想强调一点，因为数字游民更强调的是你线上工作、线上赚钱，他刚刚讲的被动收入。但是我们这一路其实遇到了很多人，他也是靠线下的去赚钱的。其实也有很多方式，很多人会卖他们的手工艺品啊，然后或者是说摄影师，他在不同的地方通过 Instagram 宣传自己，有一些作品集，然后你就找客户去现场上下帮人家拍照什么的。就是很多人他看了我们的视频也好或者怎么样，他会说你们是不是有很多钱啊？或者说如果一个人想做这样的事情，他一定要有很多钱，他才可以开始过这样的生活。其实不是的，我们刚刚那个朋友他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很多钱，他们其实就是因为有了一个自己的技能，所以他们可以在旅行当中靠这个技能去养活自己，然后从而过上了这样的生活。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有个技能，这个技能相当于是你的核心的一个东西，可以帮助你那个在路上一边旅行一边赚钱的。是不是还有个信念？他们2个好像对信念，对，最重要是信念。你补充特别好，对，信念一定要有信念，信念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想说，那个男生他其实之前想要骑摩托车环球旅行，他失败了2次，这是他第3次尝试，然后跟那个女生一起让2个人开房车，他其实失败了2次。对，而且他刚刚没有说是我们那个朋友，他其实路上也遇到了很多挫折，他们的钱也都用光了，然后他们那个车子还撞了别人，他要赔很多钱什么的。对，他们经历过非常非常惨的时候，但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信念在支撑他完成这个事情。你们这个3年的数字游民生活、自媒体生活和旅行生活，有没有走哪些弯路？挺多的，比如说自媒体这块，其实就走了很多弯路。一开始
就像你说的，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学了怎么做剪辑，怎么做那个拍摄，对吗？但其实我觉得对自媒体来说，这个好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你要了解这个行业，因为最开始我们做自媒体没有考虑赚钱，所以没有在赚钱方面想很多。但是后来，当我们这个旅行，就是之前到阿根廷乌斯怀亚的旅行结束以后，那时候我们就经过一个很深刻的反思，我们要不要继续做自媒体？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需要记录了，因为我们的旅行已经结束了。那如果要继续做自媒体，我们必须要考虑怎么样赚钱。对，因为然后这时候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反思后发现，哦，原来我们做自媒体的很多思路都错了。你要先考虑怎么用自媒体赚钱，然后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内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对我们的自媒体内容做了一个重构，相当于。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如果说要给一些想做自媒体的人的一些建议的话，他肯定是要平衡你自己的兴趣和你如何去变现的，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的去消耗你的一个时间和精力的事情。任何人，你为爱发电2年没有任何的回报，那你也很难坚持下去了。就是我们俩走了很多弯路，就是包括我们俩在分工这件事情上面，他负责长视频，我负责短视频，然后就写那种抖音的文案，去拍那种就是剪辑那种视频。说实话，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很煎熬的，就是好像是为了去做抖音这个事情而去做，然后效果又不好，让它对你来说就是很大的打击。但其实你又不享受这件事情本身，然后那个时候还得又拍竖的又拍横的，你知道吗？就很麻烦，对，然后效果也不好。但它是一个过程，然后后来我们选择，我们就在策略上我们就放弃这部分，我们不要做那个东西，而就是选择我们喜欢做的平台去做我们喜欢做的内容。就是如果是真的是做自媒体的话，你初期可能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可能就是多平台都发一下，看一下你的内容，对吧？适合什么平台或者什么样的观众喜欢，然后有一个测试，然后就选择你就一两个平台就主要去做它。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比较好的，就是要会有取舍吧。可能一开始我们会想很多，什么都想做，什么都想要，但后来发现其实2个人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分散精力后反而什么都做不好。所以后来我们就精简了我们很多东西。这些弯路都是帮助我们变成今天这一步的，达到今天这一步的。虽然说弯路坏，但它也挺好的，也说不好也。你看它有多弯？对，它有多弯。我不相信有人没走过弯路，肯定都走过。对于想要过这种数字游民，边旅行边工作，又可以就是好好玩、自由自在生活的这种人，follow 自己的 heart，对他们有一个建议吗？就也不要先 diss 这种生活好或者坏，会不会失去一些什么东西或者什么的，就是先尝试一下。如果喜欢的话就一直做下去，如果不喜欢的话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就是这样。如果你尝试就不知道。对，不尝试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永远在你脑海里面。比如现在很容易自媒体一窝蜂，大家都发这个发那个，然后你觉得我也想要这个，我也想要那个。但你可以问问自己，你在过去的，比如说我不知道半年，你有过多少次这种冲动，想做这个想做那个。如果你真的想要做这个，你可能为它先付出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先在网上了解了解，对吧？你做一些研究，因为我们也不想要去鼓励很多人就很冲动的对吧？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是怎么样？因为我们2个人之前也都是在职场工作了很多年的，然后我们出来之前，我们也是有一定的积蓄了，我们也做了安排，就即使我们赚不到钱1-2年，那我们还能活，对吧？你不能一下子把自己抛到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境地里面。包括有很多数字游民，他们也会发展到后期，都是想要去找到1-2个，比如说你喜欢的地方，你就长期在那边生活，然后偶尔你去不同的地方旅行。当你已经找到了你的桃花源，那你就在那里生活就好了呀。所以现在你在找你们的桃花源所以我们来巴厘岛了呀。但巴厘岛可能不是我们的桃花源。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有一个地方，然后国外有个地方，我可以半年在国内，半年在国外这样的，或者就是几个月在国内的一个地方，几个月在国外的地方，剩下几个月去旅行，也是我们理想的状态。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完美的状态。其实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去多思考，像他刚刚提到的被动收入，建构自己的多元的收入结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经济下行嘛，然后包括如果你想要有更多的自由的空间，像我们刚刚说的，你能够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对吧？去这个国家再去那个国家，你能有这个选择权，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去看游牧夫妻，去关注他们。我很感谢就是 Ella 和 Scott 邀请我们来做这个访问嘛，而且我觉得你们也是跟我们比较类似的人，然后在做比较类似的事情，我觉得这种交流也是很有价值的，然后也希望看这个视频的大家有所收获。是的，点赞，收藏，记得对，一键3连，那是这样吗？我们要拿朵花，拿朵花的。How to say?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